事实证明，特朗普只是表面犹豫，下手是真的快。前2天还表示2周之内决定是否攻击伊朗，结果现在直接动手了。6月21日 ，B2 带着击毙用武器把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给炸了。美国打伊朗这一事儿其实早就有苗头了。最开始的时候，美国还只是从中东撤人，但是在6月18日，美国官员就披露，美国已经开始转移中东的军事资产。火力军估计，在这个时间点，美国已经想动手了。现在打伊朗，只能说那些军事资产已经转移好了。那么 B2 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美国还会有什么举动？是否会像海湾战争那样派遣地面部队入场？但不管后果是什么，美国早就想打伊朗了。火力军没想到特朗普这次这么硬气，最终选择硬扛国会压力，坚定站在了以色列一方，直接出动战机轰炸了伊朗福尔多核设施。6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强势发文表示，美国已完成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的打击行动。火力军看到这消息时是要多惊讶就有多惊讶，因为这标志着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进入全新且更加危险复杂的阶段。紧接着，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转发了特朗普的相关讣文，并有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大概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30分左右，美国 B2 轰炸了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纽约时报也报道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防部官员表示，多架 B2 轰炸机出动，携带所需的地堡克星武器，深入并袭击了福尔多。最后，所有战机安全撤离伊朗领空，安全返航。目前尚不清楚袭击中是否出动了其他美国战机。最后，特朗普也如期按照此前的承诺，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内容涉及此次美军在伊朗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的维护以及对美军实力强大的宣传。特朗普称，伊朗福尔多核设施不再存在，伊朗现在必须同意结束这场战争。可能特朗普希望通过此次打击推动德黑兰重返谈判吧。值得注意的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在美军打击伊朗核设施前通知了以色列，称伊朗所有用于生产核武器的设施均遭到严重破坏。伊朗方面则称，在一段时间之前已经转移了3个核设施中的材料，称美方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暂无美军进一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也无伊朗是否提前转移核材料的更多信息。后续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戏剧性的是，在袭击发生前一天，特朗普还信誓旦旦宣称很难要求以色列停止空袭，因此可能会支持停火。原来是这么个可能啊，先炸再支持停火。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美军这一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可能引发伊朗的强烈报复，同时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并加剧中东地区不稳定。尤其是在确认伊朗核设施被摧毁后，伊朗政治领导层将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可能会被迫对美军基地或代理人目标发动反击，以挽回颜面，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冲突风险。美国中东问题专家 Ritik 也指出，特朗普决定直接打击伊朗核设施，标志着该地区安全和政治格局进入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称这是一个新阶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阶段。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军方已将一些飞机和舰船从可能受到伊朗袭击的中东地区基地转移出去，比如美国海军舰艇已从驻扎美国第5舰队的巴林港口转移，那些没有保护措施的战机则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撤离，具体转移多少资产以及转移到哪里，美国则没有透露。就这个举动已经可以完全确定美国想参战，如果美国不参战，伊朗是绝对不敢主动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没必要撤走，留在原地还能起到威慑作用。而美国主动撤走，想做什么大家也能猜到，打伊朗但又不想自己的军事资产受损。之前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至少有10处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位于伊朗导弹系统的射程之内，言外之意就是你打我，我就导弹出击。现在美国撤离军事资产，伊朗想打也找不到目标。另一边，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成果也不小。6月20日，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提前完成，超出了之前的预算，并有望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以色列的目的就是消除伊朗核威胁与导弹威胁，目前已经摧毁了伊朗至少一半的导弹发射器，再过几天估计就完成第2个目标。从这点来看，以色列的防空问题也能解决。之前有消息称，以色列面临舰式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正在补充这些导弹，而且伊朗有多少枚导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多少发射装置。等到发射器全部被摧毁，伊朗也只能望弹兴叹。火力军也有理由怀疑，美国也在等这个时机，等到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被摧毁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威胁就会大幅降低，之后就能肆无忌惮地打伊朗，摧毁伊朗核设施。这就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怎样打伊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要先了解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在中东打架，美国的主力自然是海军与空军。至于美国陆军本次作战估计没陆军的事儿，在一旁看戏就行了，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详聊。在空军领域，美国战机加油机已经部署至中东周边，并进驻英国、西班牙、德国与希腊等欧洲据点。F-16、F-35和 F-2战机已经从美国各地起飞，通过空中加油机横跨大西洋，飞往英国的普雷斯蒂克机场进行中转，最终部署到中东中央司令部，并且自以色列的雄狮崛起行动开始以来，至少有超过5架C-17抵达以色列，其他运输机则抵达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大概率是向以色列运送弹药，或者为美军未来的打击做准备。在前线方向，至少12架 F-16从意大利转移至沙特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按照美国的说法，这些战机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御、拦截来袭的伊朗导弹，保护以色列与美军基地。最具代表性的还是 B-2，目前有6架挂载 GBU 武器的 B-2来到了迪格加西亚岛，时刻准备打击福尔多核设施，并且还有部分轰炸机部署在西班牙，也就是莫龙军事基地和罗塔军事基地。在海军领域，伯克级驱逐舰苏利文号与哈德纳号已部署在地中海地区，负责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则部署在阿拉伯海，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基地以及航道的安全，不参与防御任务。尼米兹号正从印太地区赶来，福特号也要去欧洲。特朗普一句开战，3个航母打击群就能对伊朗展开空袭。至于地面部队，美军则是象征性的增加了一点，目前驻扎中东的美军人数从3万人增加到约4万人，并且所有军事基地均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以应对伊朗可能到来的袭击。就这个军事部署，只要特朗普一声令下，海军的 F-35C 超级大黄蜂、空军的 B-2 F-35A 就能出击，直接痛击伊朗。那么美国打伊朗会用什么姿势？美国下场的时候，估计伊朗的导弹发射器已经没得差不多了，那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伊朗核设施。B-2携带 GBU 武器，不管是纳坦茨还是福尔多都能炸。GBU 武器可以穿透60米的混凝土，虽然一次打不到福尔多，那就打2次。之前说需要2枚 GBU 武器，但这是最节省的情况。就美国的架势来看，4枚 GBU 武器也未尝不可。不管什么精度，要的就是猛。另一边，各型号的战机，比如 F-35C、超级大黄蜂、F-16等战机，顺势轰炸伊朗的指挥中枢与雷达，给伊朗国防军一个机会。至于地面干预，火力军觉得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或者说再多的话，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如果美国想要扩大战果，就需要派遣特种部队破坏关键设施，并进行大规模地面战，强行更换伊朗政府。只是伊朗国土面积太大，太复杂了，比阿富汗大，地形比阿富汗复杂，真要进行地面攻击的话，那就意味着花钱，起步超过3万亿美元。有这个钱，不如多造几架 F-47与 B-21，之后用在大国竞争上。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与2栖登陆，问题反而不太大。有人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伊朗反制美国的一个战略要地，双方相安无事的话，的确是这样。这地方太窄了，最窄只有约56公里。伊朗只要在北岸部署火炮，都不需要太高的精度，只要火力覆盖固定航道，就能重创美军战舰。伊朗还有一堆小型的摩托艇，按照伊朗海军的想法，实际作战时可以使用数百架摩托艇搭载鱼雷或轻型火炮围攻美军航母。如果美军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2栖登陆，或许会造成重创。实际上，美军真要进行地面作战的话，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控制的，伊朗部署的火炮或反舰导弹在第一轮轰炸中就被炸没了。通过肯定是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花销。特朗普虽然是总统，但他也是一个商人，不会做那么亏的事情。所以就火力军来说，美国打伊朗实际上就是海湾战争的前半部分，只负责轰炸，摧毁伊朗的指挥中心、雷达、导弹、机场、核设施自然也没了。至于美军的地面部队，只能在一旁观看海军与空军的英姿。
美国目前部署的力量也能证明这一点，海军与空军都来了，海军陆战队与陆军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一套操作下来，伊朗当前的核威胁是没有了，但以后不能保证。美国与以色列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单靠空袭并不能征服一个国家，只有地面部队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没有进行地面战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长久的保持伊朗无核，只能伊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就伊朗的局势来看，在美军与以色列空袭完成之后，带路党就会出现，伊朗的政权也会发生改变。以色列打伊朗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包括地面和地下的核设施以及离心机等设备。伊朗的导弹发射器也不会放过。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距离相隔约2000公里，伊朗要打击以色列，基本上只能依靠导弹。过去几天时间里，伊朗也是这样干的。以色列希望能借助这次机会摧毁伊朗全部的导弹发射器，这是以色列说出来的目的。还有没说出来的，那就是迫使伊朗政权更迭，比如重回巴列维时期。这是以色列过去多年的想法，只是苦于找不到办法和机会。现在时机来了，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系统、国家电视台，给伊朗社会造成压力，引起社会混乱，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瘫痪。从这个角度考虑，美国在打伊朗时不会像海湾战争那样轰炸地面部队，即使炸，那也只是向革命卫队的地盘丢炸弹，之后的任务就交给伊朗国防军了。就跟我们之前说的那样，伊朗全国到处都是带路党。自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就到处树敌。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没有冲突，双方没有领土争端，但是在1979年之后，伊朗上来就表示要消灭以色列，双方的矛盾也自此展开。在巴列维时期，伊朗与欧洲海湾国家的关系也不错，经济前景很广阔。从1961年至1977年，巴列维发起经济改革，伊朗年均增长10.5%。1978年的人均 GDP 就已经超过$2000了，而韩国到1982年才达到这一数字。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发展到现在，伊朗的经济绝对是超过沙特，超过韩国也不是不行。但是霍梅尼上台，两伊战争之后，经济的增长幅度就不行了。从1989年至2024年，伊朗的年均增长只有3.5%。就这个结果来看，伊朗人的革命让自己过上了更苦的日子。估计也有人认为巴列维时期腐败，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缺乏保障。实际上现在也毫无区别。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伊朗300位教士家族掌控了伊朗60%的财产。在树立一堆强敌之后，伊朗四面楚歌，贸易被封锁，经济一片灰暗。在这种情况下，带路党多很正常。在美国和以色列干掉伊朗高层、摧毁革命卫队的武器库后，国防军就会起事，之后得到全体城市居民支持，推翻当前政权，换一个自愿放弃核设施并倾向美国的政府。这一套操作下来，起步赢4次，以色列赢1次，雄狮崛起行动完美收官，解决了自己的强敌；美国赢1次，解决了伊朗核问题，特朗普也有了可以宣传的政绩；伊朗也赢了1次，在解除制裁、拥抱自由之后，经济复苏是肯定的。中东也赢了1次，没有伊朗的工业支持，胡塞、哈马斯都是无源之水。大家不会以为胡塞能自己造导弹吧？就局势来看，伊朗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以军每天干掉几个指挥官，革命卫队高层近乎被一锅端，指挥链条已陷入瘫痪，换人只是治标不治本。防空也被渗透成筛子，与大多数的国家相比，伊朗的防空系统还算可以，好歹还能自主制造对空雷达和防空导弹，无非就是型号有点老，性能有点低，只能说勉强能用，拦截一下普通的无人机、导弹之类的东西，或许还有机会。但面对 F-35这种5代机，完全不够看，加上摩萨德的战绩，伊朗防空系统已经被干碎了。同样一言难尽的还有伊朗的空军，旧时代的产物无法登上新时代的船。说实在的，装备不行，那就只能拼意志力，拿命耗才能击退敌人，从而获得发展空间。20世纪的伊朗有这种特征。两伊之战期间，无论坦克还是战机，伊朗都不如伊拉克，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口多，是伊拉克的3倍。于是人海战术出现了，一人拿着一把天堂钥匙冲向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凭借这种高伤亡的战术，伊朗硬是和伊拉克磨了8年。战后很多伊拉克士兵都患上了 PTSD。只是目前的伊朗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在哈马斯真主党胡塞对抗以色列与美国时，伊朗躲在千里之外，怂成一坨。现在这些小弟死的死，伤的伤，基本没有反击能力，于是伊朗挨揍了，什么都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下场是什么？大家也都能看出来。核设施革命卫队弹药库指挥中心挨个被炸，伊朗的反击基本不可能。再过几天，伊朗的导弹发射器估计就没了，防空能力也基本为零 ，C-130都能自由出入德黑兰。此外，本次伊以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乌俄战争。全世界都在等特朗普的态度，最终是否打伊朗？乌克兰也在密切关注中东事态发展，因为俄罗斯或许会利用这个机会获利。泽连斯基和普京已经看到，在特朗普的优先级中，以色列比乌克兰更重要，这点是肯定的。在之前的基奇峰会之后，泽连斯基原本要与特朗普举行双边会晤，只是中东的事情更大，特朗普缩短行程后取消了会晤，之后还与普京进行通话。从这一点也能看到，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到中东之后，俄罗斯的压力骤然减轻。之前我们还经常能看到美国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同意停火，那就对其展开制裁的消息。现在呢，这种呼声基本没有了，只有欧洲在一直推动这件事。普京那边也将自己描绘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调解人，强调如果美俄关系正常化，他的国家可以为特朗普带来什么好处，从而回避与乌克兰有关的问题。就战场情况来看，最近这段时间，普京直接无视了之前一直推进的和平协议，反而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袭击，甚至对基辅发动2025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而特朗普什么表示都没有，一方面是精力都放在了中东这边，另一方面还要为俄罗斯代言。为了防备伊朗的空袭，美国的防空系统也可能从计划援乌转移到中东，这也是乌克兰担心的一个问题。其次，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1/5的石油和天然气都需要经过这里，一旦关闭，石油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上涨，这就相当于给俄罗斯回了一口气，这点我们之前也聊过。当然，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带给普京的不全是好处，也有麻烦。在2024年的叙利亚冲突中，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被干掉，阿萨德逃往莫斯科，新生的叙利亚政府拥抱美国，抛弃俄罗斯，连基地都不给俄罗斯用了。伊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美国下场，伊朗政权也会出现更迭。可以猜测的是，新生的伊朗政府不会选择继续支持俄罗斯，也不会再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伊朗倒向美国后，也会影响俄罗斯对里海的控制权。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能做什么？答案是什么都做不了。在乌俄战争的当下，普京也无力支援伊朗。考虑到俄罗斯对伊朗武器供应的依赖程度，普京也没办法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停止核武器的开发，或者停止对以色列的报复。俄罗斯只能静静地等待一个结果，即使这个结果对俄罗斯不太友好。至于特朗普的态度对乌克兰的影响，火力军只能说有，但不会很大，因为欧洲已经填补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缺口。6月17日，商业内幕报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声称，在美国停止提供对乌克兰新的援助计划后，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乌克兰的援助缺口。根据该研究所发布的数据，与2024年其他战争期间的月平均相比，2025年前4个月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的月平均金额增加了27亿美元。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欧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3120亿美元的援助。到目前为止，美国依旧是最大的援助国。不过，大家也都知道，特朗普上任后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想要通过谈判结束乌俄战争，于是欧洲站起来了。基尔研究所报告称，最新的数据表明，欧洲正在弥补美国取消援助而出现的缺口。在2025年3月和4月，援乌出现高峰期，当时欧洲向乌克兰援助了233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120亿美元，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113亿美元。欧洲援助激增的原因就是英法和北欧出手了。从1月到4月，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52亿美元的援助，部分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法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5亿美元援助，北欧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到67亿美元。自2022年6月以来，欧洲的军事援助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总额为830亿美元，而美国为749亿美元。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太在意，几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几乎没有增加贡献。西班牙今年迄今仅为乌克兰拨款1152万美元，而意大利仅拨款2300万美元，当然里面不包含德国。
作为乌克兰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德国对乌克兰援助一直领先其他国家，仅次于美国。不过，在2025年前4个月里，德国对乌援助下降了70%，只有7.5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竞选。在此期间，不同派别的议员遏制政府的贷款。莫茨上任之后，这种情况就消失了。在6月12日的时候，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在2025年，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04亿美元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援助并不是像之前那样直接给武器，而是授人以渔，出资建立德国和乌克兰军工联合体，在乌克兰建立军工厂，生产武器的同时，还能促进乌克兰的经济发展，一举两得。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那边就稍微有点惨了。6月4日，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新闻稿称，在5月份，俄联邦财政部从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得的税费款同比下降34%，下降幅度几乎是4月份的2倍，为最近29个月的最低水平。其中，来自石油公司的预算收入下降了32%，来自天然气的预算收入减半。与冬季相比，俄财政预算损失了1/3的油气收入。俄罗斯预算中的油气收入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油价下跌。俄经济发展部的数据显示，5月份乌拉尔石油平均价格跌至52.08美元。俄财政部预测，与计划相比，到2025年年底，俄联邦预算将损失2.6万亿卢布的油气收入，预算中的油气收入缺口将达到24%。由于油气收入大幅下滑，2025年俄罗斯预算赤字将比计划高出3倍，达到3.8万亿卢布，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赤字记录。可惜的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会导致油价上升。如果霍尔木茨海峡真的被关闭，俄罗斯的经济或许会有所好转。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会在什么时候打伊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